Popping bottle champagnes all night. Running up your mouth like it's all fine. She looking like a she looking like a in a skirt tie. 너 뭔데 자꾸 어쩌고 저쩌고 입을 놀리는 거야? Hello， 春天来了，不知道你们那边天气如何？是不是到了该换季，给衣橱稍微换个新血？但是呢，又不太想要再买 COS 或者是 Zara 之类的品牌，但也很好奇有没有什么质感很不错，价位跟 COS 或者是 Zara 差不多，蛮有设计感，好搭，没有那么容易撞衫，稍微有一点冷门，没有那么热门的品牌呢，提供给你们参考。Hello， 我们是 Typical Girls， 我是一本正经想要幽默的 A， 我们是两个搞设计的断舍离频道，陪伴大家使用断舍离找到自己的珍珠光。Frankie Shop 是在2015年由 Gaët Duhay 创办于纽约的 Lower East Side。Frankie Shop 的官方自定义的风格是它成为时尚超大西装的代名词，植根于个性还有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标志性美学的标志风格，现代与永恒，完成与未完成，巴黎与纽约，男性与女性。它的品牌风格定义非常的一致，而且很清晰。一直以来，我觉得看它就是会穿的女生，就是有点个性，有点 edgy 前卫，又同时很随性松弛。简洁利落，而且它虽然没有过度的展现身材的曲线，可是呢，却有一种女生才懂的性感，性感的很不油腻。下东村呢，也是很多服装设计师或者是文青啦会去逛街的区域，在 Lower East Side 常常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有个性、有特色的小店。Frankie Shop 也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买手店，除了他自己的品牌，他们自己的店面也有挑选其他跟他们品牌风格 DNA 相似的一些品牌。喜欢前卫中性、时髦又有点性感大女主风格的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你有听说吗？看我们频道广告帮我们多停留个几秒的朋友会不劳而获财神爷、幸运女神还有桃花哦。Essential， 它的母公司是来自 Fear of God。Fear of God 在最近的美国时尚界被评为最具潜力的奢侈品牌。它的创立是在2013年 Streetwear 最爆红的时期，很多美国的独立 Streetwear 的品牌也在2013年诞生。Jerry Lorenzo 他也在2013年的 LA 创立了 Fear of God， 在2018年的时候就又创立 Essential。据我的观察 ，Essential 它的 DNA 是比较中性简约，但是它的版型是比较 oversize 的。乍看之下呢，你可能会觉得像 Easy， 他们两个的确有点关系，但是因为这一集不是主要在讲 Fear of God， 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如果是在寻找有质感、有一点中性、不要太女性化的休闲服，但又不想要有太明显的 logo， 那可能就是 Essential 了。Essential 的设计它着重在材质，它的棉质非常的硬挺，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还有它的版型是比较 oversize， 所以它整体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种 gender free， 很中性，没有性别区分的感觉。颜色方面的设计也是选用比较大地色系、饱和度稍微低一点的颜色为主。它早期的 T 恤上面会印大大的 Essential， 但是近几年呢，它改成用小方块来代替它的 logo。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聪明，像不喜欢 logo 在身上，但是有时候又觉得有点孤独。它的小方块的设计就会让懂的人一看就懂，眼神确认，非常的低调有质感。价位方面也算还可以接受。他们也蛮常在很多买手店里面会打折，如果有喜欢的可以趁打折的时候下手。说到了 Essential， 当然不能错过跟它的是完全相反个性的 Skims。Skims 是 Kim Kardashian 在2019年创立的品牌。据官网说呢，他们是为了各种身材的女性提供解决塑身衣、内衣、居家衣的方法的品牌。他们在科技上啊，还有版型上都有很大的创新。一开始我对这个品牌是充满了好奇、疑惑以及怀疑，因为真的太多名人自己出来做的品牌都让人蛮失望的。我之前有穿过 Rihanna跟 Puma 联名的鞋子，很失望，脚很痛。但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 Kim Kardashian， 还有她的 branding 也很中我的点。好奇心呢，加上那时候我刚好缺了件睡袍，在网络上看它的成分表啊之类的，我都觉得可以试试看，就下手了睡袍。收到食品之后呢，它的地位也在我心目中咻的一下窜了很高。它的料子非常的柔软舒服耐穿，还轻，版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挑剔。穿了3年，然后
我每周都会洗，有时候我还会忘记就把它丢进烘干机烘。但是这样烘完以后，料子让我摸起来都还是很舒心，每次一摸就龙心大悦，手感很好，价钱我觉得算是在合理的范围。它一年也会有几次的 sale， 如果原价下不了手，也可以等 sale。最近我也很想要试试看他家其他的商品，4月底前如果有收到的话再跟大家分享。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按个喜欢订阅，才不会在茫茫油管大海与我们擦身而过。Madewell 住在美国的朋友对 Madewell 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他的妈妈呢是 J. Crew， 在2006年创立。一开始 Madewell 的主打是牛仔裤，官网里面很自豪的说他们是以牛仔裤闻名的。对于自己品牌个性他并没有多说，但是我觉得其实一走进店里，他的整个氛围感营造就会让我觉得跟 J. Crew 那种正经学院风比起来， Madewell 它更随性自在一点。它的设计元素有融合了一点美式田园风，还有一点波西米亚风的元素，所以会让你觉得它的学院风更轻松一点。每次一走进 Madewell 我就很想要放假。价钱方面也让人觉得轻松很多，不过它的质料并没有缩水，我觉得它的质料算是很不错的，饰品的质感也还蛮好的。很多以前的同事或者是同学也都会买 Madewell。对了，如果在美国的朋友，店里面是有免费改牛仔裤的服务，而且改得很好，服务态度也让人很舒服。牛仔裤的质料穿起来也很舒服，需要断舍离二手卖掉的时候也很好卖。喜欢清新文艺风格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Another Story。熟悉 COS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妈妈是 H&M， 但他还有一个姐妹就是 Another Story。如果 COS 会让我联想到理性、极简、纽约，那 Another Story 的 DNA 就是浪漫、女性、法式。很值得一提的就是，它除了衣服之外，我觉得它的饰品还有蜡烛，价钱还有质感也都非常的讨喜，而且它的饰品都非常的有设计感。如果在日常穿的比较素的时候，搭配一个比较有 statement 的饰品，就会看起来很有自己的个性。我买了很多副他们的耳环，戴了5、6、7、8年了。懒人如我，我也没有做特殊的保养，他们到现在没有生锈，而且也没有长出绿绿的东西。Massimo Dutti 又要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知道 Massimo Dutti 他的妈妈是谁吗？给大家猜一下。其实他跟 Zara 是同一个妈妈，隶属 Inditex。现在逛 Zara 的网站也可以看到 Massimo Dutti。他虽然呢是意大利文，但是他其实是1985年创立于西班牙的品牌。早期的时候是以毛衣还有 cashmere 闻名。1991年被 Zara 母公司 Inditex 收购。Massimo Dutti 早期的风格给我的感觉是都会简约干练，有点太正经严肃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迟迟无法下手。但近几年开始，我有发现他们的版型还有设计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有加入了一点点日式的元素。他们把极简跟松弛拿捏得很好，所使用的颜色还有形象照都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清冷的感觉，很有仙气。如果要想象会穿 Massimo Dutti 的设计的女生，我会觉得她应该是收入挺不错，搞设计或艺术的同行。去年我也入手了2件洋装，手感很不错。版型方面，我觉得对娇小的女生比较没有那么友好。如果介意长裙或者是洋装会拖地的朋友，那她的裙子、洋装或者是裤子都是需要改的。Aritzia 应该也是居住在北美珍珠道友们非常熟悉的品牌，虽然它是近10年在美国才红的，不过人家是在1984年在加拿大创立的品牌。Aritzia 的风格它就是走90年代的极简都会风，品牌 DNA 也非常的清楚明确，就是 effortless chic， 都市上班族女生可以在那边买套装啦。如果下班运动或是假日想要变辣妹的话也没有问题，他们也有运动品牌的线路。Aritzia 的裤子大概在150左右，但是呢，它的衣服质感还有版型，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它的西装裤的版型我穿过，非常的推。去 SOHO 逛街的时候都必去，而且有时候逛累了，他们的沙发也非常的舒服。如果有不爱逛街的另一半，可以寄存在那里。他们家的羽绒服也非常值得推荐，是非常轻又保暖，有很多颜色、材质、长度可以挑选。价钱方面，我觉得很平易近人，很友善，很适合居住在美加或者是比较冷风比较大的地方的遛狗大冤种们。他们的运动服系列也是小有名气，周边朋友讨论度也很高，也会推荐他们家的衣服，但是目前跟我比较无缘，不知道有没有穿过的珍珠道友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Arcade。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是北欧品牌 Arcade， 其实它又是 H&M 旗下的公司，但不同于 H&M，Arcade 它主打的是慢活永续的日常服装。如果以现在的 trend 来说的话，它就是 Elevated Staple。它的网站上也说，你的日常生活服装也要很漂亮。设计方面偶尔会看到 COS 的影子，但是它多了点文艺松弛感。不过最近它的网站上说不能寄到美国。Arcade 也是我一直以来有在关注的品牌，但是还没有入手。有穿过的朋友麻烦分享。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是看腻了 COS， 也不想再穿 Zara， 也不想要 H&M 快时尚的衣服的话，可以参考看看今天介绍的7个品牌。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不错，别忘了点个赞，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你的鼓励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Sharing is caring。如无意外，我们下周见，拜拜。